创办森罗万寿的初衷是什么？森罗万寿当初举办的一个初衷就是说，让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凝聚在一起，然后一起玩得很开心。关于创作部分也多点交流，多点为福瑞社区去做贡献。诚邀请制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在1.0开完以后，我们在想2.0要不要开放。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还是说，首先当然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资金流有限。哇，好棒啊！这个这个侯红梅，我觉得塞的不够满，怪我。资金还是排在第一位，因为说实话，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而且很多是真的就是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去投。虽然也很想越来越多人来参加，但是我们还是量力而行。对。好，大码的可不可以？可以哦。我就说，这你会有啊？全啊，全个。知道。1058万过关键超级烫。说啊，我知道。这衣服好大，换一件。我一路上晕车嘛，然后过来一睁眼的时候，我以为来到森林里面。不是，你之前不是这么讲的，你之前说是被拐卖。哦，对，是被拐卖。听到那鸟叫，我说奇了怪了，我在哪里？正好，再试一试。哎呦！奇霄的那个房间，喜销的。呆子，你不是不来吗？什么东西啊？你不在家里吗？我是熬夜啊，小翟在家里啊，我是熬夜啊。 OK， 那个，快点。44号。包括在1.0最初第一届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叫志愿者哦，但其实更多还是朋友了。就是会有一大群朋友会过来帮忙，然后体验赛，然后提前过来，比如说协助签到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其实后面交流过，就是大家就是会有一种来玩的人都有一种宾如至归的感觉，像回家了一样。好的，熬夜你好。这样了，我你看，40号男宾，贵哥1位，40号男宾3位。荔枝好像也很棒，就是有点小远，有点荔枝不远。不远啊，在那儿。荔枝离你们离帐篷跟你荔枝的那个汤有点，就是有点小户外汤，有点太都是户外汤。取消什么号啊？取消什么号啊？取消号就可以。我揍他，好久没见他。好像要5个笔啊，给他写个坏女人。没，这边没有。你不要再鞭挞他了。为什么太太和奇号啊？不要再鞭挞他了，你每次说到他，他的脸就瞬間紅了。哇，好靚部車啊！你們住哪裡啊？啊？你們住哪裡啊1號樓。吃屎了，咁吃死了，根本。走啊，上車。感觉大家去的数据越来越多，但是发现能见到的人倒是越来越少。有可能是对我这种社恐人，新朋友就是可能比较少，就想见老朋友的这种欲望会多。但是会发现，当家门口都有聚以后，大家可能聚在一起的欲望也没有很多。然后大家会发现，突然就是说，缺少很多凝聚力或者交流。对，然后感觉大家也在各做各自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挺可惜，因为大家都是很有创造力的人。啊，别说了，大一炮了。还有7公里。我跟你说，得有一个人引车，把车摁在那，然后把他从车上拽出来。还有，停掉，就上！开哪去了？随便你开，随便开。不要给我坏。开红里去。我车了。
就是像霍格沃兹。啊，我应该拿个分面帽。平台有酒啊，但是是额外付费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自己扫码。主要是出来，该泡温泉泡温泉，该取暖取暖，该聊天聊天，吃喝玩乐，对吧？嗑瓜子，喝喝酒，就挺开心的。确实，对，就是森罗万寿的主题也是想给所有的创作者放一个假，所以大家来这边没有需要太多忙的东西，主要玩得开心，玩得好。对。每个人体验，反正就大家可能感兴趣或者是享受点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能在这边找到自己放松，和寻找快乐的地方和点。大家都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领域，然后会有不同的年龄段，这么充满欢乐的一个圈子吧，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就记起来挺来之不易的。大家都努力去创造一点快乐的东西。五统饭大部队准备干什么？这是我的狗狗。你要拍照了，先拍照。行，开始。哎，你下去滚一圈，你全身就长满刺。别等到球毛就丢它毛上面。哇！2.0的出现其实也很意外，因为办完1.0真的好累啊，好累。2.0其实当初我们想到底要不要续的时候，其实想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整活的想法够不够。现在的记录保持在了4秒。这个要破最大记录了。我就看不见啊，我现在。呆龙虾肉。拍。见到，不是，不对吧？拿走吧，不对吧？不对吧？是罗伯，罗伯他想了挺多想法的，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 idea。里面应该有2个游戏都是他帮忙想的。私底下我们会去问很多人，就是哪些游戏好玩，哪些游戏能够让大家更加没有门槛的参与进来啊，甚至有一些游戏我们说，但不仅人能够玩啊，猫也能够玩啊，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有意思的啊。当然就是对，所以我们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在这种游戏的设计上面，甚至我们其实有很多游戏有这个计划啊，但是因为说实话，就森罗因为可能规模还是太小了，就是人员还是不够，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就是没跑起来。
来，准备，抢人，抢货，抢钱，3、2、1，上链接。OK 吗 ？OK， 谢谢大家，结束了。当一个东西大家喜欢，然后我们策划组努力，然后发现参与者来也一起努力的话，其实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虽然累是累点，但是其实收获还是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很棒。当大家你热爱一个东西，而且你愿意去为这个东西去付出的时候，无论是你的这种创作力也好，还是说你的耐心也好，还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的期盼，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内容，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大家的关系其实不需要靠我真的要跟你面对面去维系，但是当然见面还是很开心的啦。就是大家真的是尽管很久时间没见，我依旧是能够把我过去发生最好的事情，或者那些能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这些内容，可以分享给你。其实大家还是一个共同前行、互相帮助的一个状态下去往前走。然后当大家很投入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本来像是我们很草班团队的搞的一个活动，最后撑起来竟然是有模有样的，那这是我觉得最令我想不到的。然后这里面是真的，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个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其实我知道我们一直很努力做好很多细节的东西，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做得不够好。我希望大家还是对我们多多担待，然后但是怎么样，我们还是很努力的让大家去玩，所以大家就好好享受，好好负责，开心快乐。拉面应该是第2次来森罗万寿了，对吧？对啊。所以，你有觉得森罗万寿这次2.0跟1.0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让你最印象深刻？啊，就虎老板，他也能享受活动，对，他也能享受大家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跟森罗这个路中对创作者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我自己都没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初只是简单的办一个类似度假一样，就大家去玩，但是后面就是越玩越发现越不妥，就特别是一些创作者，他们很需要所有人对他们好的作品的反馈，无论这个是一个赞美也好，或者是评论也好，就大家还是那么支持，然后那么希望想办下一届，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2024、2025年吧，这2年其实对于很多展会或者是像这种小规模的剧院也好，它其实更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呢，都是做得很不错的，而且是很多都很有亮点。像森罗一开始的想法是给大家一个差异化的体验，我觉得是越来越感受到了压力了。那所以就比如说像2.0办完3.0，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跟别人做就几乎一样的东西，我就没有必要去重复了，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我会觉得就是3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数字就是我会觉得3.0有点像是回到原点，我会觉得是让大家回忆起，就是你还记得你3年前你在干什么？3年前你对这个圈子的期待是什么样的？3年前的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获得了很多快乐。3年以后，你的快乐依旧，你还愿意不愿意把这份快乐传递下去？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